巴基斯坦间接向乌军提供炮弹，而部分炮弹可能使用了中国技术。巴基斯坦为何这么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前阵我们就说过，英国为了援助乌克兰军队作战，正在从巴基斯坦采购122毫米口径的炮弹，通过空运的方式送往欧洲。事情发展到今天，西方似乎已经将巴基斯坦变成了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弹药的一个来源，并将其视作民主弹药库的最重要补充。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巴基斯坦的运输公司计划在本月下旬从卡拉奇港向波兰的格但斯克港发送159个集装箱，里面装满了多种型号的炮弹等军火。购买者是英国，但最终目的地是乌克兰。巴基斯坦目前通过英国转手向乌克兰提供的炮弹包括 M107 型155毫米榴弹炮弹、M4A2 型发射药包以及122毫米炮弹等等。其中155毫米和122毫米炮弹可能使用了中国的工业机床设备，也就是采用了中国的技术。155毫米炮弹主要是给巴基斯坦引进的中国 HS-15 卡车炮准备的。基于印巴常年军事对峙的现状，巴基斯坦在炮弹产能方面甚至超过了西方的主要国家。而乌克兰危机又让巴铁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巴基斯坦间接向乌克兰援助其生产的炮弹，是否意味着巴铁要站队西方呢？答案却是否定的。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场交易而已，也可以说是巴基斯坦为了自身利益所做出的一个选择，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巴基斯坦列装有美制战斗机等武器，在装备的后期维修上有求于西方。基于俄罗斯多年对印度军售的情况，巴基斯坦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曾经严重依赖美西方，这也造成了巴军受制于人的情况。第二，巴基斯坦需要西方的经济援助。最近这几天，欧洲刚刚给了巴铁5亿欧元的援助，这可不是随便给的，无非就是欧洲现在有求于巴基斯坦。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巴基斯坦的债务总量占其 GDP 总量的 80% 以上，严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所以西方国家只要联合起来，就可以很轻松地把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拿捏得死死的。如果西方向巴方提出必须卖弹药才给经济援助，那么巴基斯坦就不太好拒绝了。第三，巴基斯坦对外出口军火可以挣外汇，对改善其经济非常有用。该国今年发生了严重洪灾，再加上疫情的冲击，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钱。何况英国现在是花高价采购巴方的炮弹，这对巴基斯坦是有一定吸引力的。第四，从外交政策层面来看，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及其家族比较亲美。巴基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呢，原本就比较一般，谁让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最大的军火进口国呢？巴基斯坦在外交上表示不会站队乌克兰，但是呢，也不会拒绝军火出口贸易，这是俄罗斯无法阻止，也没有理由阻止的。很多人在分析谁是俄乌冲突的大赢家时，美国和乌克兰都能上榜，但其实巴基斯坦也可能是受益者之一。巴基斯坦不需要站队任何一方，就变成了让西方巴结的一方，从而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对俄罗斯来说，甚至没有理由直接反对巴基斯坦的举动。至少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对俄乌冲突问题投票时，还紧随中国表达了中立的态度。总体而言，巴基斯坦的武器被送到乌克兰，与站队西方无关。巴基斯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的决定。我们会尊重友好国家选择，不必因此而表达不满，更不需要替别人表态，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